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19号星期天，今天差点犯错。今天有一位观众很早之前约的，今天见面6点半，我差点给忘了。我上完这坡咱们聊。因为昨天有一位观众说，本来约的是今天，改成了明天，然后我就恍惚了。就我没记住名字，给弄乱了。今天呢，本来是计划轻松跑的，然后昨天晚上，我们的群里平田先生说，今天要和樱井先生一起跑一个3分55到4分的10公里，15公里，抱歉。我说那就一起吧，因为昨天我那个3个5公里太顶了，特别累。今天6点开始跑，我就热身到这儿大概4公里多，然后6点，然后大家也知道昨天我跑了3个5公里，就说今天累不累？我说挺累的。我说我们一起跑，我跟你们一起跑10公里吧，然后6点就出发了。然后跑到第2个5公里的时候，差不多第2个5公里跑到一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今天好像是19号。我印象中我有一个本儿，我把要见面的时候都写下来了。我印象中好像是有19号，我就慌了。那个时候是，你看大概跑到7公里，4分以内，就是28分钟，等于那时候差不多已经6点28了，距离跟观众约的地方有2.5公里。然后我就跟平田先生他们说，我说我最后一个了，我没跟他们说有见面这事儿，我说我先加速，然后我就加速了，差不多最后2公里3分33，冲回来的时候，差不多是6点39，我迟到了9分钟，那位观众已经在那儿了，特别不好意思。从上海来的观众，而且今天跑的时候还看到一位先生穿了一件红颜色的，好像是北京半马的那个 T 恤，不知道是不是来玩的。天太黑了。今天咱聊点什么呢？今天刚才和那个观众跑过来的时候说，大阪那边开始报名一个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去年我在大阪城有一天也是遇到一位观众，然后正好碰到了一场100公里的比赛，那个比赛开始报名了，那比赛的终点就在这儿，从大阪城出发回到大阪城。今天咱们聊聊这个落地声音，因为昨天直播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来有位观众说看大家落地都很轻巧，就我落地声音特别大，然后特别重，是不是跑多了落地就能轻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那只是感觉上或者别人看起来。因为这个物理规律你肯定打破不了，你多沉就是多沉，重力加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。你落地觉得轻，是因为它还在它身体可控的范围内，它有缓冲，有各个肌肉各个关节在用力。就是这么说，你这一步落下来有多少加速度，你要承受多少力是固定的，只不过这些力靠哪儿去承受去分担，还有就是这些力你能不能对抗它。其实我们跑步本身就是落地的时候就是对抗这个力，然后你再蹬地把自己再蹬起来，对吧？它是一个对抗你的质量产生的重力产生的万有引力的过程。因为跑步就是向上的和地面的反作用力，还有靠你的向后蹬地，靠摩擦力再推进你向前这么一个事儿。所以
你看同样体重的人跑步，理论上说他承受和付出的力是一样的，在同样的速度下，如果技术动作也一样，所以落地受到的力没有区别。而且如果您近距离观察过高水平运动员跑步，他那一步是很有攻击力的，就落地蹬那一下，你觉得我好有劲儿啊，从落地到蹬出去，并不是像想象那样蜻蜓点水，不是那样的。那为什么说有时候感觉自己落地重，感觉自己落地轻呢？就比方说我跑极限配速的间歇的时候，到后边我也会觉得自己落地偏重，这个重是带引号的，就是你已经不能很好的掌控你的身体了，你不能协调你的肌肉、关节、韧带甚至核心去稳定你落地时候的对抗这个重力的这个感觉，那你就会觉得重。或者说比方我们跑下坡，你看现在我就是下坡你稍微快一点把持不住的时候，你觉得每一步可重了。所以有人在跑下坡受伤归结为我受的就是我落地重，有一定的道理。因为下坡的时候本身是身体承受的力要比平路上要多，这个是这样的。还有就是在下坡的时候，你可能更不稳定，更不容易控制自己的身体。反而有时候你觉得，上坡的时候好像有点蜻蜓点水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用太纠结说我落地重啊，我落地轻，这些都是感觉，它不是真的。而怎么去让自己觉得自己落地轻呢？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您在跑步的时候您观察吧，我今天状态好，今天有劲儿，体力好的时候，你落地可轻了。或者您看像我这个水平的运动员跑马拉松，差不多跑到35公里之后，也是全脚掌落地了，就已经做不到前脚掌去卸力和发力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在刚开始的比赛的时候，基本上像我这个水平跑到我这个程度，我这个技术动作的情况下，后脚掌可能就微微碰地，那种感觉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跑得可快了，因为你踝关节各种地方的力量可以去承载你的压力。而到后边呢，哪儿最薄弱，哪儿就先不行。而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关节最薄弱，小关节和韧带最薄弱。放到跑步上，就是很多人其实是踝关节，然后足弓的韧带肌肉最薄弱。所以我们不能做不到像专业运动员、精英运动员那样流畅的跑姿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。我还是那个观点，就是跑姿是训练的结果，是能力的体现，而不是一个模仿的过程。这东西是模仿不来的。这就像你看芭蕾舞演员、体操运动员那些动作，那是好看，但是你也模仿不来，因为你内心里就知道那个得练。那到跑步这儿应该也有这个意识，就是你模仿不来，那些也得练，那些是练的结果。只不过跑步和体操啊这些不一样，是跑步不是一个追求动作好不好看的运动，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练就怎么说，它不是那个练。我只能这么说，只能尽可能的把我觉得只能意会的事情用语言表达一下。那有的时候我跑到马拉松后边的时候也觉得不行，觉得那一步落下去时间可长了，然后感觉整个鞋都糊在地下了。这都是说白了就是小关节的力量，都不是大肌肉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和大肌肉群关系不大。小关节、小肌肉群的力量呢，我觉得还是得通过跑步去训练，因为这些地方做专项训练不太好调动，这是真心话。
1月19号星期日清晨，训练结束，还是一个21公里，一个半程马拉松。有小伙伴问说，可能是新观众，说是每天都跑一个半马吗？也不是，我4天一个周期，4天休息1天，这4天里可能最多的时候是4个半马，最少的时候可能只有2个，剩下2个就是16-7、17-8这样。你看，像这个周期就跑的稍微多一点，第一天是一个半马，然后昨天一个26，3个5公里的强度，今天呢是一个21，今天平均配速4分44，但是不是一个匀速跑，中间有一个10公里的快速跑，大概前7.5公里都是在平均配速在3分58，然后最后的2公里平均配速是3分33。最快1公里是3分29，好像是，我不记得了。平均心率141，最大心率冲到171，差不多符合我的预期。就是如果在这个天气下去在比赛中半马的话，正常水平发挥可能正常输出一下。这次就像昨天直播时候说的，我可能不会再去像拼到那种不行的那种比赛，我觉得那种状态不可持续。应该是在比赛中更加的游刃有余，去看自己能跑到一个什么成绩，这是我的一个目标。今天再在节目里跟那位观众道个歉，让那位观众多等了9分半钟，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忘了，我一想起来的时候确实来不及了。所以如果大家约我约的比较早的话，也麻烦大家在来之前，比方说咱们约的明天、今天或者昨天再给我发个评论和私信，就是我是有个本在记，但是有时候早上起来，他今天早上起来比较匆忙，我就没看就忘了，实在真的是抱歉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，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咱们又连续2个周期没回评论了。明天咱们回评论和弹幕，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就发评论给我，好吗？然后明天回完评论就是休息日。下周紧接着第一个训练日是周3的早晨合练，跑一个小强度，然后就准备周末的半马比赛了。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